最近在赫尔松前线发生了一起俄动员兵恶性事件，几个动员兵呢是直接枪毙了自己的上级，然后向乌军投降了。而在这件事情发生的2天后呢，又有乌克兰媒体爆出俄罗斯动员兵在训练时射杀队友，导致俄军22人死亡，16人受伤。为何俄罗斯的动员如此艰难？3军未动就已内讧，往后这征召的30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又该如何保障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从9月21号普京宣布部分动员之后呢，如今已经快1个月了。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目前已经动员了大约22万人，剩下的7万多人呢，将在数周内动员完毕。只不过强制征召30万人，俄罗斯这次呢却是高估了自己的后勤能力。随着被动员的士兵开始前往训练基地，或者被送往前线，俄军内部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开始爆发了。首先，俄罗斯并没有整理预备役人员档案，导致征召了不少身体和年龄不合适的人。同时，俄罗斯也没有规划动员兵送往哪些基地，很多人呢不得不在野外露宿。而除了吃穿问题之外呢，俄军队在给新兵配备的武器装备上也被外界所诟病。根据莫斯科时报消息，一些被征召的俄军新兵刚入伍，只能拿着早已淘汰多年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上训练场演练，并且呢，为了增加战术配合，俄军还把一批封存多年的 KRAZ-255 越野卡车都给拿了出来。由此可见呢，俄军的武器库已经是面临见底的窘境了。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毕竟此前俄罗斯怎么说呢，也是世界军事实力第2的国家，拿出几十万人的装备，不至于难成这个样子吧。但是10月12号的一个消息证明俄军的后勤问题确实很严重了。据俄罗斯总检察长伊戈尔·克拉斯诺夫表示，总检察长办公室和联邦反垄断局对那些对动员公民所需商品投机倒把的人采取严厉措施。听到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想起那张俄罗斯动员兵的购物清单呢？就在最近，让人惊讶的事情出现了，防弹头盔居然也出现在了这个购物清单上，建议动员兵自带。现在呢，已经流传出多个视频显示，俄罗斯的征兵办工作人员直接告知被征召的士兵，军队呢只提供制服和武器，其余的皆需自带。而征兵办留出来的自带装备清单呢有许多份，内容大同小异。而这些动员需要的装备呢，在俄罗斯的购物网站就能买到，里面琳琅满目，是应有尽有，以至于现在很多俄罗斯人都开始怀疑俄军的腐败问题了。毕竟这些物资在俄国内呢并不匮乏，大部分都能买到，说俄罗斯政府没钱了也说不过去。况且这半年呢，俄罗斯对内的宣传一直都是什么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国家财政收入屡创新高之类的话题。而俄罗斯官方给出的说法呢，则是物资并不缺少，只是在运输方面存在压力，所以没领到的只能自己先买着用了。这种情况下，动员起来的人呢，情绪肯定受影响，所以在培训基地里有枪击事故发生就不奇怪了。据了解，在10月15号，3名准备赶赴俄乌战场的新兵在训练时，突然用自己手中的机枪向同伴扫射，打死了22人，打伤16人。他们似乎想用这种方法来拒绝被动员。有2人呢，最终是被当场击毙，1人被活捉。而俄罗斯媒体对这件事情却是一笔带过了。但动员带来的问题并不会就此停止。如今已经有很多被动员的士兵及家属在网上抱怨说，他们吃不好，没有足够的制服，训练也不成系统，打仗呢有一半是打后勤。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人上了战场将会遭遇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不难看出，在未来随着30万动员兵的陆续就位，上述问题将得到进一步加重。而这些问题呢，也凸显出俄罗斯其实并没有为动员的30万士兵做好准备，或者更恰当的说是，俄军高估了自己的后勤能力。其实呢，俄罗斯军队的后勤拉胯，咱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尤其是在那些乌克兰猛烈攻击的地区，俄军后勤补给更是严重跟不上。大家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此前哈尔科夫大溃逃，其中呢就有后勤的问题。当地的奥斯科尔河限制了俄军物资的运输，只有3个可用的过境点，而附近的铁路呢通往库皮扬斯克。与此同时，通往伊久姆和巴拉克列亚的道路则很容易被乌克兰炮兵破坏。在乌军占领巴拉克列亚俄军仓库的视频中呢，我们看到一大堆的坦克炮弹，
乌克兰战场上坦克之间的决斗极为罕见，大部分坦克都是被榴弹炮或者反坦克导弹摧毁的，这使得这些运来的坦克炮弹很难发挥作用。而对于后勤人员而言，快速转移这些军事物资也是后勤的一部分。显然，俄军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巴拉克列亚被占领的那一天，俄罗斯的官方消息来源才开始积极探讨增援部队的转移，但当时呢，在讨论拯救前线已经为时已晚了。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俄罗斯军队也没有在已经占领的领土上建立健全的后勤系统。如此拉胯的表现，普京呢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9月底的时候，原本俄军负责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被撤下，换成了米哈伊尔·米金采夫上将负责。他此前曾任俄罗斯联邦国防指挥中心的负责人。许多俄罗斯官员呢都希望他能够整顿俄军后勤，使得今后前线不再会为了物资和装备的缺少而担惊受怕。但是，俄军的后勤真的会因为一个人的上任而改变吗？大兵认为这不太可能。毕竟呢，通过后勤问题牵扯出来的，那不仅仅是士兵们的装备补给，还有俄军内部的贪污腐败，在战争期间怕是很难去解决。到了冬天后，俄军的劣势只会更加明显，不仅连过冬的衣服被褥都提供不了，而且俄军里头呢还有不少50-60岁的真老兵，到时候不用打，这些老人呢怕是自身都很难扛住这个冬天。历史上，俄罗斯之所以能打赢拿破仑和希特勒，就是因为对方后勤供应不上。但这次后勤供应不上的一方换成俄军了。这7个月以来，俄军已经失去了许多新式装备，取而代之上场的却是旧装备，特别是那些从仓库里取出来的老古董，例如乌军新缴获的古董 T-62。如此古老的装备上战场，只会大大影响其他部队的战力。近日，日本雅虎新闻网报道，美国杂志《每日野兽》的专栏作家茱莉亚·戴维斯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名俄罗斯新兵拍摄的营地内的真实场景视频录像。这名刚被动员起来的俄军士兵在军营中走来走去，毫不含糊地对着视频吐槽他们的军营条件有多差。据这名新兵介绍，这些在视频中出现的所有士兵都来自俄罗斯中西部的汉特曼西斯克市。由于没有足够的床位，他们几个被分配到了一起的人，取暖全靠一盏小火炉。在此基础上，这名俄军新兵还表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有一半的士兵都生病感冒了。更离谱的是，营地内还时常发生盗窃事件。后勤都保障不了，打仗肯定也使不上劲儿啊！这不，如今乌克兰那边已经宣布，第一批被动员上战场的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顺利投降。原来在库皮扬斯克地区，乌军的第92旅俘虏了第一位被动员来的俄军士兵。这位被俘的俄罗斯士兵向乌军出示了自己收到的征兵文件，用来证明自己仅仅服役了3天。他是从俄罗斯联邦罗斯托夫地区动员起来的。由于缺乏指挥官和物资支持，他决定逃走。原本计划越过边界返回俄罗斯老家，可惜计划失败了，他迷路了，因此被俘虏。而与此同时呢，泽连斯基也开始隔空喊话俄军士兵，表示乌克兰保证每个投降的俄罗斯士兵都获得3项权益。投降者将按照所有惯例以文明的方式对待，没有人会知道投降者的情况，也没有人会知道投降者是自愿还是被俘虏。如果投降者害怕返回俄罗斯后再度被送往战场，那么也可以选择留在乌克兰。在放出如此优厚的后路之后呢，动员兵们怕是很难不心动啊。到了后来，乌克兰更是贴心地推出了投降热线，那些被刚动员的俄罗斯新兵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向乌克兰投降热线咨询投降程序和战俘待遇。电话的号码分别是+38-066-580-3498和+38-093-119-2984。乌克兰表示呢，俄士兵在投降的时候最好是带一面白旗或者白布条，同时还附赠一条贴心的提示，白布条可以从俄罗斯的3色旗上获得。在乌克兰设立投降热线没几天呢，该频道就被打爆了。乌方官员表示，前线已经接到了超过2000个这样的请求，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俄罗斯尚未被动员的人员也在咨询，以至于电话都被打爆了。那么为什么这些俄军士兵的战斗意志如此薄弱呢？这里呢，大家要了解啊，这些被俄罗斯动员的士兵
有许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有退路，并不容易被糊弄，不像那些合同兵一样把军队当成自己的家，前途和收入都和军队挂钩。这些后来被动员的士兵其实对军队内部并没有多少认同感，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挣钱的手段，如果是保家卫国，动员兵们或许还愿意奋战，但是侵略别国对于他们而言却根本没有意义，因此在战场上活命呢就成为了第一要务。也正是因为越来越拉胯的后勤，在赫尔松北线的俄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上就要不得不放弃赫尔松了。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新任命的俄军统帅苏罗维金大将在当地时间18号首次对媒体发声，表示赫尔松市周围的局势特别紧张，俄军可能会被迫做出艰难决定。那么这个艰难决定是什么呢？大兵猜测是俄军即将从赫尔松撤退，而且是大规模的全员撤退。最近看过战报的朋友们都知道，随着俄罗斯全境空袭而来的是乌军越来越频繁的反击。近日，乌克兰总参谋部简报称，乌克兰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和压制敌方防空出动次数显著增加，在35次打击任务中，击中24个俄罗斯军事目标，消灭了8套俄罗斯防空系统。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美国援助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和德国援助的 IRIS-T 导弹防空系统到位之后呢，俄空天军已经被死死压制了。乌军终于可以在没有空中劣势的情况下，放心大胆地发动大规模攻势了。或许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赫尔松城内升起乌克兰的国旗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今天的视频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